揭秘历史人物，讲述传奇人生。这里是传奇人物传的第4期。1935年3月8日，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阮玲玉服安眠药自尽。出殡时，12位电影界大腕为她扶灵，30万民众自发到场吊唁送别，送葬队伍长达3公里。一个风华正茂的女演员为何选择在事业巅峰期走上绝路？她为何对世界如此绝望？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揭秘民国女神阮玲玉跌宕起伏的一生。阮玲玉原名凤根，祖籍广东，1910年出生于上海。阮玲玉的父亲阮用荣是工厂里的一名底层工人，母亲无业。虽然家境贫寒，但父亲却对她十分疼爱。只可惜命运无常，父亲积劳成灾，在阮玲玉5岁时便因肺痨而离开了人世。父亲宽厚温暖的肩膀不在了，再没有人为他遮风挡雨。此时就连生存也变成了巨大考验。无奈之下，母亲和阿英出去给人做帮佣，只得把阮玲玉寄养在义姐家。父亲过世，母女分离，这一系列悲讯排山倒海般涌来，压得她几乎喘不过气。阮玲玉没过几天便病倒了，母亲只好把她接回来。阮玲玉的母亲另找了份帮佣工作，在张家公馆，这次带上女儿一起。原以为人生是苦尽甘来，谁曾想这仅是悲剧的开始。阮玲玉乖巧懂事，到了张家以后，常常帮母亲干活。待她长大些，母亲送她去了私塾，给她改名为玉英，后又将她送到崇德女子学校读书。阮玲玉开始接触歌舞和表演，并乐在其中。上了中学，阮玲玉出落得亭亭玉立，获得了一些出演舞台剧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她用人之女的身份经常被人议论，尽管装作不在乎，可心里难免委屈自卑，这也为她今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在阮玲玉孤单脆弱的时候，一位白净清秀的富家子弟出现了。他不但不歧视阮玲玉的身份，还照顾她与母亲。阮玲玉逐渐倾心，他就是张家的4少爷张达民。张达民是家里的老幺，从小锦衣玉食，受尽宠爱，留过几年学，混了一个文凭，回来后便一直不务正业。那时阮玲玉虽然只有15岁，但已然明艳动人，风姿绰约，尤其是一双眼睛摄人心魂。张达民见了便被迷住了。为了追求阮玲玉，张达民先是对阮母献殷勤套近乎，而后他开始频繁制造偶遇，趁机嘘寒问暖。阮玲玉不知不觉陷入爱情的漩涡，与张达民相恋。这段主仆恋遭到了张达民母亲的反对，见儿子不肯断了与阮玲玉的关系，张母一气之下将阮玲玉与她的母亲赶了出去。张达民心浮气盛，负气离家，与母亲决裂。他为母女俩找了房子，还接济他们。阮玲玉感动不已，索性退学，与张达民正式同居。只是她尚且不知，这个披着浪漫外表的翩翩少爷，内里却是个品质低劣的无耻之徒。起初2人的日子过得很甜蜜，张达民带他见识觥筹交错的上层社会，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他们一起逛街、跳舞、看电影，但灯红酒绿也需要买单。张达民是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没有正经工作，却又挥金如土。家里虽然依旧给他生活费，但这些钱远不够填满他的巨额开销，日子过得越来越拮据。阮玲玉劝张达民省钱，可张达民不乐意，2人因此发生争吵。后来张达民去赌钱，输得一塌糊涂，每天喝得烂醉如泥。
昔日里的翩翩公子如今变成了这副糜烂模样。阮玲玉在失望之余决定靠自己。这时刚巧明星公司在为新片《挂名夫妻》征选女主角，经张达民的兄长张惠冲介绍，阮玲玉进入明星公司，以阮玲玉为名出道，开启她的电影之路。挂名夫妻虽然没有让阮玲玉爆红，却也让她崭露头角。之后她又出演了《北京杨贵妃》和《血泪杯》，这几部电影连续上映却反响平平，阮玲玉不禁有些失落。这时阮母在家门口捡到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婴，阮玲玉见了很是怜爱，于是便决定收养这个孩子，并叫她小玉。1928年，明星公司把当红女星蝴蝶挖了过来，阮玲玉的地位岌岌可危。同年，她与蝴蝶、郑少秋联合主演爱情电影《白云塔》，却依然没有出头。而此时已经跟她分居的张达民变本加厉地勒索她，还扬言威胁，若是拿不到钱就去大闹片场。阮玲玉性格软弱，不愿事情闹大，便满足了张达民一次次无理的要求。事业受挫，感情破裂，她似乎无法摆脱这孤独凄苦的命运。这是她第一次选择吞安眠药自杀。庆幸的是，这一次她被发现的及时。获救后，阮玲玉决定好好生活，她觉得自己不能坐以待毙，便主动联系大中华百合公司，争取其他机会。1929年，阮玲玉加入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主演《珍珠罐》、《劫后孤鸿》、《情欲宝剑》。1930年，她被黎明伟借走，在《野草闲花》中饰演从灾区流落到上海的卖花女丽莲。同年，她主演剧情电影《故都春梦》，在片中饰演名噪一时的歌妓燕燕。两部影片上映后反响热烈，阮玲玉名声大噪。后来大中华并入联华影业，阮玲玉成为联华公司演员。1931年，她与金燕合作主演爱情电影《桃花泣血记》，在片中饰演亭亭玉立的穷村姑林姑。同年又主演《恋爱与义务》、《一剪梅》、《玉堂春》。1932年，128淞沪抗战爆发，阮玲玉与黎明伟夫妇暂去香港避难，并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做茶叶生意的富商唐季山，那是他生命中的另一场劫难。国家危难，风雨飘摇，左翼文化人士决定进军电影业，有望与有志者合作，宣传革命思想。其中田汉，也就是后来《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创作了电影剧本《三个摩登女性》。阮玲玉读过剧本后，深深地被周淑珍这个与命运和自由斗争的进步女性所折服。阮玲玉向导演卜万仓主动请缨，请求饰演周淑珍一角。因阮玲玉从未饰演过此类角色，卜万仓面露难色。谁知阮玲玉却爽快地说，若是失败了，我来赔。话音刚落，她便脱掉外套，抹掉唇上的口红，一袭粗布旗袍配上一张素净质朴的脸，卜万仓再没有理由拒绝她。影片上映后反响热烈，阮玲玉的表演惊艳四座，好评如潮。三个摩登女性是她真正的转型之作，她不再是饰演风尘女子的专用户。阮玲玉的事业如日中天，至于感情方面，她对张达民早已失望透顶，二人长期异地分居，同居关系名存实亡。这时唐季山对阮玲玉展开了追求，自上次舞会一见，唐季山对阮玲玉念念不忘，回到上海后便频繁地出现在阮玲玉身边。唐季山与张达民不同，他不仅是事业成功的商业翘楚，又是阅女无数的情场老手，懂得如何追求女人。唐季山常去片场探班，带阮玲玉到舞场跳舞，在她耳边花言巧语。阮玲玉最是禁不住别人对她好，若是有男人对她好，她便会疯狂地爱上他。不久之后，
阮玲玉陷入爱河，她决定与张达民解除同居关系。张达民要她每月支付100元给自己，以2年为限。阮玲玉一心想与张达民一刀两断，便答应了他无耻的要求。唐季山给阮玲玉买了一套3层的洋房，他带着母亲和小玉住了进去，开始与唐季山同居。阮玲玉本以为自己等到了良人，可惜他病急乱投医，还不够了解唐季山，便陷了进去。不知道唐季山其实是个玩弄女性的渣男。唐季山有家室，不可能离婚，而且喜欢玩弄女明星。上一位受害者张之云写信告诉他，今天的我就是明天的你。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错得太离谱，可已经太迟了。1933年，阮玲玉出演小玩意和香雪海。1934年，她主演《神女》，在片中饰演为了生活和抚养儿子而出卖肉体的妓女。这部影片让她达到演技和事业的巅峰。唐季山待她愈发过分，他曾把拍夜戏晚归的阮玲玉关在门外，任她寒风中苦苦哀求，却始终无动于衷。不仅如此，唐季山还一度对阮玲玉拳脚相加。后来阮玲玉发现唐季山与舞女梁赛珍勾搭在一起，心灰意冷，苦不堪言。1934年，阮玲玉出演了蔡楚生执导的新女性，在片中饰演遭遇婚姻失败的知识女性韦明。阮玲玉与温厚儒雅的蔡楚生在片场逐渐了解，他们是朋友，是知己，却无法成为恋人。新女性的火爆超出了想象，但因影片对小报记者的卑劣行径进行了批判，记者工会表示强烈不满。迫于舆论的压力，联华公司登报道歉，并删了相关桥段，但事情仍被传得沸沸扬扬。而此时深陷官司纠纷中的阮玲玉成了小报记者们新一轮口诛笔伐的目标。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张达民穷途末路，使出卑鄙手段讹诈阮玲玉，让她支付4000元。阮玲玉找唐季山商量，唐季山坚决不同意。不久后，阮玲玉收到了张达民发来的律师函，状告他窃取财物、侵占衣饰，共值3000元。阮玲玉本想息事宁人，可唐季山憎恨张达民毁他名誉，便肆无忌惮地递出讼状，状告张达民虚构事实，妨碍名誉，丝毫没有考虑过阮玲玉的处境。1935年1月10日，唐季山因证据不足败诉，张达民被判无罪。张达民难消心头怒火，决定打击报复。他向法院控告阮玲玉侵占罪及伪造文书罪，又以妨碍家庭罪及通奸罪控告阮玲玉和唐季山。小报记者们借机造谣生事，断章取义地污蔑阮玲玉。阮玲玉看到报道上的标题，失声痛哭。这2个她曾经爱过的男人，竟如此自私自利，毫不犹豫地把她推出去，成为众矢之的。如今无论她走到哪里，流言蜚语就像厉鬼一样，阴魂不散。无良记者谩骂攻击她，她成了世人口中不知廉耻的荡妇。没有人在乎真相，哪怕竭力嘶吼，也堵不住这悠悠众口。她是那样孤独无助。后来谎话听多了，连她自己都信以为真。有一次，她问导演费穆，我算不算是个好人？1935年3月7日，阮玲玉同唐季山去参加联华同事的聚会，席间她谈笑风生，与跟她合作过的导演们一一拥抱。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是在做最后的告别。聚会结束后，唐季山要求与阮玲玉再对一下庭上的说辞，阮玲玉拒绝了。唐季山抬起手就打了她一巴掌，这样的暴力行为已经不止一次了。唐季山走后，阮玲玉去看了母亲和小玉，然后到厨房盛了一碗粥，并把安眠药片放在粥里。她给唐季山与张达民分别写了遗书，在给唐季山的遗书中，她写道：
季山，没有你迷恋，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做吧。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过去的之云，今日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还有莲华欠我的人工2050元，请做抚养他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看顾他们，因为他们唯有你可以靠了。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灵玉绝笔。阮玲玉一口一口把粥送到嘴里。这个世界太冷了，她要走了，泪水顺着脸颊流下。就这样，阮玲玉的一生永远定格在了灿烂美好的年华里。阮玲玉吞完安眠药之后，唐季山为了推卸责任，在看过阮玲玉的真实遗书后，叫人伪造了一封。在伪造的遗书里，唐季山以人言可畏4个字，把罪责都推给了张达明以及媒体和大众。他自己俨然一副深情丈夫的模样，而张达明得知阮玲玉自尽，也表现得痛不欲生。这2个男人，一个爱财，一个爱名，当他死了，他们才重新开始爱他。有人说，阮玲玉是默片时代戏路最宽、最有成就的女演员。她凭借精湛的演技与对人物性格的理解，在短短的25个岁月里，曾塑造过不同阶层、不同命运、不同性格的妇女形象，包括女作家、尼姑、姨太太、妓女、女学生等等。她演过这么多角色，却没有一个角色能够拯救她。她的死到底是谁的过？是张达明的无赖纠缠，是唐季山的殴打欺骗，还是舆论暴力人言可畏？或许这3者都有。阮玲玉香消玉殒后，鲁迅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论人言可畏》，里面写道：人言可畏是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之后发现于她的遗书中的话。这轰动一时的事件，经过了一通空论，已经渐渐冷落了。只要灵玉香消记一停演，就如去年的艾霞自杀事件一样，完全烟消火灭。他们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本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如果你喜欢鱼豆讲的视频，记得关注点赞，多多留言哦。我们下期再见。